所以我把合同拿出来看，好吧？我把合同拿出来看，包括小费是不是写在合同当中，我也拿给你看，有关系的，好吧？就算你们要什么要求赔偿，请回深圳要求深圳赔你钱，而不是人家个人赔你钱，就这么简单，各位。所以我在讲的时候，你拿手机录音打开录下来都可以，因为告诉你们，我把合同打开给你看，这不就很简单吗？而且阿姨讲的话，虽然驾驶员听不懂啊，驾驶员是肯定听不懂的啊，因为驾驶员不能随便放弃。203房卡203房卡我交了，交前台了。没有，我交了。出税。看一下吧，到时候一下。你说中文人家听不懂。接着普通话啊，我们两个聊吧，因为我们阿姨呢，昨天就要试一下课，我说今天包括全车讲清楚了给人家驾驶员，对，我们相处7天，这个7天，有一句话就叫没有公安还有苦劳的，况且我确实没骗你们啊，你们消不消费这个事情，我是一点不在意的，因为你不用担心说我拿不拿钱的问题。包括今天早上销售跟我聊天，我说我是真不拿1毛钱，我骗你的是，我是来帮朋友忙啊，因为我在这里玩啊，要找到像我们中文说的很好的，愿意出来带的不多。那如果是纯粹阿龙跟你讲，各位你能听懂几句话，对不对？你听不懂几句话的，就好像你们到欧美去，为什么要有领队从中国陪着你出去？因为如果跟人家用老外跟你讲中文的方式，你真的听得不太明白的，各位。所以阿姨昨天讲那句话，我个人很感动，但是驾驶员没听到，他听到他也听不懂。因为阿姨说，你看人家驾驶员开了几天车，每天全神贯注的，说句不好听的，各位，他也是人生父母养的。所以各位小费不纠结，我现在这么告诉你们，你们愿意给50的给，你们不愿意给50的，你剩下的50我帮你贴，好吧？真的都是小事情。所以销售说深圳收了你50块，我对天发誓，对不对？来录下来都可以。对天发誓，你们在深圳交的所谓的50块钱的小费，领队没有带1毛钱过来说要给驾驶员的。各位这样讲很清楚，很理解了吧？有没有？还有其他想法的？就是那2个广场的问题。那2个广场你要回去要求赔偿，记住是你回深圳要求深圳赔偿，因为深圳那边发给我们的是没有2个广场，而且你的时间也不允许2个广场，明白吧？你今天要走几个点嘛？你说一下嘛。你不着急嘛？你要不停的问我，你让我怎么跟你讲呢？那你说嘛。我们将会严格的按照我们拿到深圳发给一份的合同，把你合同当中的所有该购物的也好，该吃的饭也好，该玩的景点也好，请放心，在我们的合同当中一个不会少，因为我们有票根，我们去的每一个景点我们有票根，去猴庙我们是买了票的，去大佛塔我们是买了票的，对不对？我们去帕坦广场我们要买票的，我们是有票根的，你们手上也是有票根的。我们去博物馆，我们也是要买票，我们都有票根的。所以，就算你们要求赔偿，请记好，是回深圳要求保险公司赔你也好，怎么样也好，那是他们赔偿。因为人家尼泊尔这边，我们最起码是严格的按照我们收到深圳的合同给你走完了所有。这样解释清楚吧？这样我不满意，这样肯定不满意啊！你不满意也请你回深圳去投诉深圳那边，好吧？因为你是在微信上报的名。按理说你应该找申大哥才对，因为我的名单上写的是申大哥是你们的车长。我希望因为确实我们在深圳报名的行程和你说的行程是不一样的。
有出入的。就比如说昨天我们去的那个盘城中心是没有在我们行程里面的，我就想是不是你我们们把的行程写的清清楚楚。我知道是不是把其中一个购巴广场调换成昨天那个盘城中心了？可能你如果这样理解，我觉得也是对的。我估计可能是深圳那边不太清楚，所以给你写了2个东巴广场，比如我们车上的台湾朋友。你不用这么狡辩的，因为他们上一西坛是有2个东巴广场，上一西坛是有的，这边是你们沟通的问题，但是我应该以我们拿到的合同为准。对啊，我们上一西团是去了2个广场。调换我是不知道的，而且我是被迫接受所以我估计你们要投诉也好，包括申根说的，哎呀，回去让他让陪你什么团也好，请回深圳投诉他，不能投诉一个，因为我的合同我们是有的，我们就算有投诉，就算说句不好听的打国际官司，那人家一个拿到合同拿出来，你打官司就好了呀，是不是这个道理，各位？这就叫做冤有头债有主，所以你不能要求我说你必须说我去，你不说我去我就怎样。一会儿是有3个东巴广场，3个东巴广场都几乎长得一样，因为他就是皇帝的3个儿子，以前这里是皇帝，他是国王君主制啊，所以你在网上看到的这个广场的建筑几乎都一模一样啊，所以你说有没有游客去3个呢？有，那人家自由行的，人家还有去博卡拉的，对不对？人家还有去珠峰的啊。其实就好像今天互联网上很多旅游博主写着哪个地方漂亮，哪个地方不漂亮，或者什么这个叫做坑，这个很好，一样的道理，各位。人当我们的自论的这个认知力够了以后，最起码你知道我到底该找谁，而不是到这边真的不是到这边跟人家吵，或者是这个要找这边的麻烦。就算你要找这边的麻烦，也是旅行社来找这边的麻烦，而不是在座的各位。所以各位亲爱的叔，各位亲爱的姨，各位亲爱的姐姐啊，包括兄弟，真的不需要纠结这个。而且我再告诉你们个事情，我为什么从昨天开始，我确实修行的人，那么今天我都把白衣服修行服都穿出来了啊，因为昨天我也觉得修行的人是不应该跟僧哥还要吵架还要打架的这种状态。但是昨天我确实还有一个事情，我这一路自从阿姨那天1号车的人不让你上车开始，其实我对有的朋友的看法就真的大打折扣了。北上广深中国最著名的4大城市啊，按理说个人素质也好，应该是很高的。你们今天去看里面的手，那个女孩，你们今天去看她的手，你们知道昨天被那个喝醉酒的手都给人家掐了几个青疙瘩，知不知道？不知道啊。昨天1号车上有个阿姨喝醉了酒，打酒店的保安，知道吗？打领队，知道吗？待会儿你让领队把手伸给你看。你说我们作为中国在这边，我们会是什么感受？各位，阿姨，那天1号车的人不让你上吉普车，你说我是什么感受？我会觉得都是深圳的人，都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让人家上车呢？让阿姨从1.5米爬上去。所以我从那天开始，真的我就觉得，也不是觉得这里的社会现状，人应该相互帮助、相互理解才对，而不是人相互为难别人。不对，记住。你看，第2天阿姨还帮那个人拉行李，对不对？他不让你上车，你还帮他拉行李，说明你的内心最起码还是比较纯善的。所以各位，请放心，我严格按照尼泊尔这边的老板，对吧？他告诉兄弟帮个忙，所以我为什么敢告诉你说你录下来没关系的，大大方方的拿出我的手机录下来，我严格的按照尼泊尔这边的活动行程，把你活动行程当中的所有给你走完。如果你回去还有意见，把你合同发出来看一下，你的合同，你把合同发给他。那，请你把你们手签的合同也发一个给我，你不要把你的 APP 发给我，那个 APP 网上下载无数的，请把你手签的合同先发给我，我要核对的。不是说单纯我把我的合同发给你就完了，你的手签的合同呢？各位，我要手签的合同，而不是你们在网上看到的，哎呦，这个给你秀色秀得很好看的，那个叫 APP 上可以写无数东西，但是那不叫合同。合同甚至连多少钱都写得很清楚的，那才叫合同。所以你们在群里发的东西我也看到了，那
那不叫合同，包括你发给我的文字，那也不叫合同，好不好？所以各位来翻篇了，我们说今天行程，接下来按照你们的行程合同，全程上午也是会有一个买南亚珠宝的地方，你买不买，人家还是那句话，我毫无意见，但是该做的工作要做的，也就是说车子到了以后，也请你尊重当地人，人家普通话不管标不标准，给你讲完了，你喜欢了 OK 你买，你不喜欢了没关系的。人心还是那句话，这个世界上有福的人，他可以拥有世界上很多好的东西。我觉得这句话也是没有错的，所以时间到了以后，请放心，我会叫你走的。你看，包括第一天姓于的哥们儿，大家都知道的，他说我肚子不舒服，我要出去，是不是照样没有人拦着你的？所以你也不用担心任何什么人家会对你不友好等等。完了以后，根据我们的时间带你们去博物馆。尼泊尔国家博物馆。去这个动物园，有几个小时？120分钟了，我合同上写的很清楚的，你有没有这样的合同？那边有4个小时。这些4个小时，你要想想为什么就可以了你要想想为什么就可以了。因为我们2个团是要一起。2个小时不同的吗？历史该翻篇的就要翻篇。历史该翻篇的叫翻篇但是我们站在旅游的角度来讲，那是因为你只站在了你的角度想，也没有站在人家的角度想。就让我去过了来，各位，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博物馆，要不然到时候你又不开心了。让我去过。博物馆的门票是我们负责购买，但是如果你想带手机进去拍照，你要给人家100尼币，单独买一张票，你的手机才允许带进去，明白没有？讲得很清楚吧？到时候你不要说人家为什么不让你带手机，带1个带2个有这个会带2个手机票，10个都无所谓，你带10个都无所谓，只要你给了钱，好吧？各位，他有没有错呢？他也没有错。其实就好像我们中国很多景区也是一样的道理，对吧？你要花钱单独坐观光车，你要单独去那个馆，你得单独买票。100尼币，也就是5块钱呢，你就可以把你的手机带进去，他单独给你一张手机票。门票是我们买，但是这个手机票，各位千万注意一个字这个也要跟你讲清楚。包括到帕坦广场，门票是我们买，对吧？但是如果你进去后你要买饲料来喂鸽子，你是不是自己买？你要买饲料喂鸽子。所以各位说到钱就不亲热，是有原因的。要看真的够不够敞亮，你够敞亮，如果我们大步一点，就不是说5块钱多，是该花就花就对了所以今天怎么我们消化一讲，这次出来旅游就感觉很不开心，因为觉得好像到老挝吃的也很好，对吧？还给你们搞了2个晚会，对吧？我听你说的是，对吧？没记错的话，说的是搞了2个晚会，也很开心照样也没有买什么东西，但是为什么到了这天就红酒晚宴取消？各位，取消的红酒晚宴是昨天中午高餐标给你们，高餐标给你们不，你们是愿意先听我讲，还是我要讲一句话？你们说给你听，你不知道。我是不知道，因为我一直在下面抽着烟睡着觉。这个没有那博物馆里有解说没有？有中文解说没有？没有，就自己看。阿龙给你讲。自己看。让阿龙给你讲，因为尼泊尔文我不认识我不能瞎跟你讲。你要单独请一个中文讲解，你也可以花钱单独请一个中文讲解给你讲。就好像我们中国的景区，各位，博物馆是不是有专门的景区博物馆讲解员？是不是要单独花钱？大概你单独花钱就好。大概什么费用？不会。你想，你的手机带进去才5块钱，你觉得请个讲解员能多少钱？阿龙，就是那中文讲解大概要什么费用？有没有中文讲解？没有英文有吧？那你花钱你都还请不到。这个国家的历史其实是很久远的，对不对？尼泊尔也有资格叫做世界文明古国，
但是它只是不在4大文明古国之内。你想，佛祖释迦牟尼2500年前出生在这个地方，那它的历史得要多久远，对不对？这个国家总共经历了4个王朝，比我们中国王朝短得多，但是人家一个王朝就是1300多年，一个王朝。我们中国没有任何一个王朝超过900年，最长的就是周王朝800年。这个国家最长的王朝1300年，而且这个国家我早就跟你们介绍过，2008年之前都还是什么？都还是国王。2008年以后，才开始是资本主义国家，联邦制，7个省。因为我对尼泊尔的这个历史不是特别熟悉，所以我确实不敢在里面跟你乱讲，因为乱讲话是不对的。所以到时候你可以用你的手机把尼泊尔翻译出来看一下，这张照片是什么意思？这个皇帝叫什么名字？对吧？因为我们确实都不认识尼泊尔。所以我是没有办法给你讲应该等不了多久就会到应该等不了多久就会到。到了以后呢，下车跟着里面的工作人员走就好当然宝石呢，你说我懂不懂呢？我在斯里兰看的时候我蛮懂但是呢，全世界最好的红宝石在哪里？歌雪红宝石。那我去过了。全世界最好的歌雪红宝石以后去缅甸，但是它贵。指甲盖那么大小一个歌雪红宝石可以卖到好几百万上千万当然大家发现一个现象没有，在全世界什么家庭会收藏宝石发现没？全世界泰坦尼克号看过吧？蓝宝石海洋之心。你们去泰国国王的权杖会镶嵌什么？顶级的歌雪红宝石。英国女王的皇冠上会镶嵌什么？蓝宝石、钻石、歌雪红宝石。摩洛哥国王会镶嵌什么？包括以前我们中国古代的时候，我们中国古代是黄色的，皇帝身上要镶嵌的。但我们中国人的认知不同，一定要带一块玉佩，因为玉是通天地阴阳2气。而且，最近你们看新闻没？王叔，我采访你一下，因为我们俩都发现一样中国在今年8月初向全世界宣布，我们证明了什么东西的存在？修炼真气的存在。各位看新闻报道了没？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传说的人可以修炼出真气所以比如邓姐姐，你可以那个视频号打开搜一下就相对来说年轻点的朋友，你喜欢玩网络的你搜一下，中国是不是向全世界承认我们已经用科技的方法把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变成了捕捉出来以后压缩成了粒子。所以当时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非常不能叫颠覆我的三观，因为我是一个有虔诚宗教信仰，信奉世界有神灵存在的人。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讲，这个是颠覆你三观的。所以我放给大家，无意之间放给大家听的一段视频。习主席，哪怕他当了国家主席以后，他老人家都会讲这句话，叫做“举头三尺有神明”。所以为什么来到尼泊尔，你不能伸手摸人家的头？包括我们车上有朋友老去拍人家的肩，为什么人家会很不开心？对吧？你老拍人家的肩膀，人家为什么不开心？第一天我就跟你讲过了，不能这些地方，对不对？哪怕是中国人也不可以。其他就没有我今天早上给你们解释的东西很清楚明白吧？对不对？那就不需要我解释太多了尼泊尔呢，当然因为这个国家比较贫穷，所以它的宝石我是比较稍微知道一点点价格你要跟泰国你们去到的红蓝宝比，它的价格便宜太多太多了。所以稍后如果你喜欢，你也大大方方的各自位了如果你要不喜欢，那你就长长见识也好。你看看这个贫穷的国家他们的这个手工切工进度，你看看他们做的怎么样，其实就可以。就好像你们深圳，如果没有记错，你们深圳甚至有个水贝，对了吧？那个地方是不是卖各种珠宝？一个
能存在那么多年，各位是为什么？因为它有庞大的消费群体，那么这个水购市场才能够存活。你们深圳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什么莲花湖公园是吧？哦，莲花山。因为是跟小林雕像，就是莲花山公园。因为昨天我老婆在那个地方玩，我老婆带着小孩去你们深圳玩去了。我已经非常多年不去深圳了，所以我都不知道原来你们深圳现在真的有变化那么大了都。我是90年代去过广东一带。但是好遗憾，那个时候去广东的时候挨了好几顿打。不是我讨厌挨打，是广州那边让你拿那个什么居住证、暂住证之类的玩意儿，没有就挨打。90年代我很恐怖的。现在我老婆昨天带着2个小孩在深圳玩。所以我为什么要飞去香港？然后我去香港完了以后，那我也要去玩带着2个小孩在你们这个应该是科技馆还是什么馆？反正看这个有点像你们科技馆。昨天。然后住呢是住在，他告诉我是住在什么华强北这边过去一点点，说坐个地铁去哪个地方坐1个半小时。我说那深圳难道比我们成都大吗？深圳有没有成都大？他说的是东的华强城1个半小时，我不知道他是坐地铁去哪里玩去了。华强城有一天没开过家长车。因为他们说他们还要去中英街的，因为我老婆带小孩早就去香港那些反正带回去看刘德华演唱会他们带回去了，但我还没去看过什么明星演唱会所以我说我也跑去香港，我也去玩几天，谢谢对，30秒，你看我们也经过这个地方了我记得那天王叔你们几位是进去看了的，对吧？还有叔，还有这个胡姐，你们几位进去看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久一点。像我们前面这个刘阿姨呢说我不敢进去，因为我犯得太岁，而且说我记得那天你跟我说句什么话，他上了年纪的人怕什么？对，你说上了年纪怕死，会长命百岁的，怕什么？你把你的心愿数对，你把你的愿力把它数对，人死了以后你还有轮回的嘛，你怕什么呢？对吧？我就不跟大家讲什么不跟大家讲什么了。最后就说一下的是，吃过中饭以后，因为确实到时候送到机场，这个驾驶员也跟中国一样，那机场很小的，你们知道的，也是不能停太久的所以而且回去的时候，人家是把你送到这个出发层，他也得马上走。所以，我再说一下待会儿因为有的朋友身上是没有疑币的因为我们车上找我换疑币的人总共才那么几个因为我有微信转款记录嘛，就那么几个，而且正常情况你身上的疑币都用的差不多了，所以你们身上没有疑币的你要转50给我，我也接受所以我把话给你讲清楚，你剩下的50我来给你补，我来给无所谓，你愿意给100的100的，因为我合同当中有的你愿意给100人民币的 OK， 你也转给我，那我就不需要帮你推这50，这样讲就很清楚。至于你们在深圳交的50，销售回去问问他这50块钱到哪里去了，对吧？在这里你打电话不方便，我在中国问问他，你让我交这50块钱你给谁去了，对吧？为什么到了尼泊尔人家说有小费你们不是让我们交了50块钱小费吗？那50块钱的小费我倒是交给你了，你把这个钱给谁了？16个人乘以50，各位猜多少钱？10个人才500，6个人加起来，对不对？800块钱，各位，中间都给你买，脸面都给你买完了，但是该是谁的就是谁的。领队确实不可能把这800带过来给驾驶员，因为领队都没有拿到这个钱，就这么简单，好吧？所以我要表达的所有内容，表达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包括这个有朋友说想要买点特产类。当然，旅行社它会有这些东西，我也稍后我也非常的给你介绍一下。你觉得你喜欢了，你需要了 ，OK，
你买点，那我让他们送货给你拿过来就好。啊，你说早上今天早上都是那个导游，骑过来，他拿了一袋给我，对吧？就这么简单，这样。休息吧。